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又要加强了。近期，波兰打算将自家武器库存中的岸基海军打击飞弹系统划分一部分军援给乌克兰，来强化乌军制海与对地打击能力。而美国方面按乌克兰官员透露的意思，好像也开始考虑援助乌克兰此前一直不愿给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以供乌军能从离前线很远的后方打击俄军目标。可能是波兰和美国都看出，瓦格纳虽然兵变未遂，但产生的俄内部动荡是援乌更加先进武器的时机，所以想趁机大力援助一波。若是他们能顺利援乌，这两套飞弹系统将是乌克兰继获得暴风影之后第2、3种具有长距离打击能力的武器。届时乌军便能深入打击克里米亚半岛内的俄军事基地，从而减少俄军袭击乌境内目标的次数。NSM 飞弹全称是海军打击飞弹，是一种中轻型飞弹，重量只有410公斤，仅相当于鱼叉反舰飞弹的2/3，但性能却丝毫不逊色。当初乌克兰在接收到丹麦援助的鱼叉飞弹时，是将其交由岸基发射车发射，非常适合在乌海岸进行反舰作战。其最直接的影响便是让俄黑海舰队远离了乌克兰海岸，建立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打通被俄军封锁的航道。而如果靠前部署，还能威胁到塞瓦斯托波尔黑海舰队的后勤枢纽。而此次波兰计划援助的 NSM 飞弹系统，同样是岸基防卫型。光是基础版本的 NSM 飞弹就拥有185公里的射程，要比 AGM-119 企鹅反舰飞弹提升了50多公里，更是在2005年 F-5B 战斗机上测试时一度打出过240公里有效射程的优异成绩。而由它改进的 GSM 飞弹更是拥有555公里的最大射程，远超鱼叉飞弹的打击范围。所以 NSM 飞弹系统能援乌，将进一步提升乌军远程反舰打击能力。而且听说在经费方面是由欧盟资助乌克兰的基金协助支付，乌克兰无需有太多顾虑。另外，波兰也会在提供完该飞弹系统后，继续购买新的 NSM 飞弹进行补充。这套飞弹系统的魅力真有这么大？NSM 飞弹之所以受到青睐，与其自身的独特设计和优异性能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由于有企鹅飞弹在前，因此挪威海军在研制 NSM 飞弹时经验非常足，整体采用的技术成熟且先进。NSM 飞弹整体长度大约 3.95 米，安装有一个120公斤重量的高爆弹头，较小的体型可以由多种载具平台发射，因此这是一种用途非常广的飞弹。NSM 飞弹的突防概率很高，这是因为它是世界首个按隐身要求设计的反舰飞弹，其外形采用部分隐身设计，主动遮蔽了飞弹主发动机的进气道，而且 NSM 飞弹飞行时的飞行高度很低，可充分利用沿海地区海岸线和地形作为掩护。同时，它还能存储多达200个航路规划点，可在经过路点时调整速度和飞行方向，具备发射后不管的能力。其攻击灵活性远超其前辈企鹅反舰飞弹，就是飞行速度相对比较慢，只能达到高压音速。凭借这优异的性能， NSM 飞弹首批量产合同是2007年6月签订的，次年12月，波兰海军就认准了 NSM 飞弹，将其当作陆基反舰飞弹系统来使用。他们拿本国的卡车底盘来搭配 NSM 飞弹，组成了 NSM 飞弹营，共计12辆发射车，每辆发射车可以携带4枚飞弹，总计48枚飞弹，加上之前测试用的2枚飞弹，首批订单波兰就从挪威购买了50枚 NSM 飞弹。到了2014年12月，波兰对 NSM 的表现非常满意，又订购了第2批飞弹，之后一直在波兰部队中承担着守卫重任。而同样是在2014年，美国海军也相中了 NSM 飞弹，将其当作滨海战斗舰的攻击飞弹使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当时 NSM 飞弹其实并非是唯一的选择，它能击败竞争的鱼叉和 AGM-158C 飞弹，是因为美海军相中了该型 NSM 具有非常强大的目标自动识别和轻便灵活等能力。不仅尺寸重量远远小于 AGM-158C， 突防性能还远远甩开了鱼叉。更关键的是，它模块化的弹仓战斗部能根据任务需求转换相应的配置，所以 NSM 才被美国相中。
而除了波兰和美国外，马来西亚、加拿大、德国也都看上了 NSM 飞弹。现在乌克兰海军也将成为 NSM 飞弹的使用者。不出意外的话， NSM 飞弹将有可能成为和鱼叉类似的通用型飞弹，销路会越来越广。那 NSM 飞弹会被乌军只当作反舰飞弹使用吗？当然不会。 NSM 飞弹的基础这么好，别说乌军愿意只当反舰飞弹使用，作为开发者的挪威也不会同意。2009年，洛马公司与康斯伯格公司展开合作，为新一代 F-35战斗机适配新型空射反舰飞弹。这一项目推出的联合打击飞弹，正是 NSM 反舰飞弹的空射版本 GSM 飞弹。与 NSM 飞弹相比， GSM 飞弹使用了威力更大的弹头，具有更强的对舰对陆攻击能力，同时还对飞弹的外观和结构进行修改，可由 F-35使用弹舱挂载，其左右2个内部挂架可以各挂载1枚，进行反舰作战。而 F-35如果选择以野兽模式进行挂载，舱内2枚，机翼下4枚，总共能携带6枚飞弹。这时无论是对地打击还是对海攻击，攻击能力都是非常恐怖的。同时它还适配 Mk41 垂直发射系统，能成为军舰的标准反舰飞弹和对陆攻击飞弹。而今乌克兰武器是越来越与北约部队接轨了，在接收 NSM 飞弹后，乌军便能够利用 NSM 飞弹的隐形、不可预测机动以及双重打击能力，攻击俄军后勤基地、炮兵阵地、指挥所等设施，甚至包括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俄军目标。NSM 将成为俄军又一个头疼的武器。最让乌克兰念念不忘的武器，天上的当属 F-16战机。目前西方已经承诺会援助乌克兰，那在陆地上乌军最想要的绝对是 ATACMS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因为该飞弹系统拥有绝强的性能，同时也是乌军突破当前俄军防御的重要手段之一。ATACMS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美国陆军从1986年开始研制，1991年服役至今。这是一种全天候半制导半弹道式的第3代地对地战术飞弹武器系统，不仅操作简单，能利用乌军现有的 M270、M142 火箭炮进行发射，而且毁伤能力极强。它内装有950枚 M74 双用途子母弹，每颗子弹又可产生1200块破片。据说一个9门制的 ATACMS 飞弹连一次齐射对目标产生的效果，相当于33个155毫米榴弹炮营的一次齐射，或792发榴弹产生的杀伤效果。当然，最吸引乌克兰的还是 ATACMS 的射程，光是早期的 MGM-140A Block 1型射程就已经达到了124公里，而其最新的衍生型号 MGM-168 Block 4A 射程更可达到300公里。同时 ATACMS 还能配备不同的战斗部，从集束弹药到高爆钻地弹都有。美国此前也正式担忧乌军利用 ATACMS 超远的射程攻击俄境内目标，使得战争进一步扩大，所以一直拒绝向西方提供该型弹药。但现在不同了，不说已经有暴风影开了头，就说近段时间乌军在扎波罗热地区大反攻进展不顺利，就有让美国想帮一把的冲突。与此前哈尔科夫大反攻相比，从战术上讲，2次的大反攻都极为相似，均采取调集小股部队分兵多路进行穿插迂回，在找到俄军防御的薄弱点之后，立即向突破口增加兵力，以达到歼灭或迫使俄军后退的目的。而且当前的反攻还得到了北约装甲车辆的加强，远非哈尔科夫反攻能比。但从目前的战况来看，乌军并没有摧枯拉朽般的击溃俄军，而是在付出了不小代价后才逐步歼灭了俄军。2次反攻进度为什么差了这么多？哈尔科夫反攻之前，由于在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和战场监控能力等方面占有优势，乌军可以利用 M142 火箭炮超过70公里的射程和高机动性能，灵活游走在战场，不断袭击俄军的纵深目标，尤其是弹药库和指挥所等高价值目标。这不仅严重削弱了俄军的指挥能力和后勤补给能力，更使得俄军无法准确判断乌军的主攻方向。这些都为乌军在哈尔科夫反攻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而此次的扎波罗热反击，俄军吸取教训，将补给基地设置在 M132 火箭弹射程之外，并加强了电子战的运用，严重破坏了乌军曾经的信息化优势。这一下，乌军的优势无法发挥，无法在战前进行袭扰，削弱俄军战力，且这次的反攻缺少突然性，所以乌军才会打得这么艰难。那乌军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火力军觉得乌军只需进行战术调整就能夺回战场的主动权，获得反攻行动的胜利，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让乌军拥有像哈尔科夫反攻时那样打击俄军后方高价值目标的能力。乌军目前使用的火箭弹射程明显不足，根本无法对俄军纵深目标形成有效打击，而美国如果能够向乌克兰提供 ATACMS， 就很有可能会达成此目的，所以乌军才会如此念念不忘。当然，拥有 ATACMS 的乌军也仅只是增加了反攻的胜率，并不一定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 ATACMS 的限制条件太多了。首先是数量，即便美国同意援乌 ATACMS， 但是能援助的数量估计也不会太多。自俄罗斯入侵之后，乌克兰屡屡请求美国军援射程近300公里的 ATACMS 飞弹系统，但均遭到了拒绝。除了俄罗斯画下的红线，担心冲突升级外，美国其实还给了乌克兰另外一个理由，就是美国担心自己会没有足够的 ATACMS 飞弹。据了解，在最近五角大楼会议上，美方官员告诉乌方代表，他们没有任何备用的 ATACMS， 如果将 ATACMS 援助给乌克兰，就会减少美国的库存，不利于美军对未来战事做准备。况且，即便有美国国会议员呼吁至少拨款8000万美元，用于为乌军部队采购 ATACMS 飞弹，但是按照美国防部2022年报价，8000万美元也只能买到50多套，这对于每天都要消耗数千发乃至上万发弹药的乌军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还有，美国即便同意给，结合刚才所说，援乌所需的 ATACMS 不会从美军自己的库存中抽取，而是直接跟制造商洛马公司重新订购。而按照军工行业的惯例，这批援乌飞弹从正式发出订单到开始制造，最少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这批弹药至少也要等到明年才能送到乌克兰手上。届时，扎波罗热反攻早打完了。最后，即便数量足够的 ATACMS 飞弹系统到了乌克兰战场，也不一定能发挥奇效，因为这并不是西方国家首次援乌远程打击武器。此前，美国就已经提供配备了增程制导套件的捷达姆制导炸弹，英国也提供了暴风影巡飞弹，这些弹药均可以对150公里外的俄纵深目标形成打击。但是从结果来看，这些弹药在对俄军实施打击的过程中，似乎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乌军在使用这些飞弹时，面临的是俄军完备的防空体系，不仅有能够实施多层拦截的防空飞弹系统，更有电子战系统从旁干扰。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弹药的飞行速度太慢，又无法形成饱和攻击，所以很容易被俄军拦截。当然，乌军若是使用足够数量的 ATACMS 战术飞弹，绝对可以让俄军后方大开花，超远程狙击俄军后续部队的装甲机群、机场、运输队和地空飞弹发射基地等大型目标。只不过有了戒备的俄军，估计会在乌军刚拿到 ATACMS 飞弹系统时发起突袭，像对待爱国者系统一样，对其展开针对性的报复打击。而且考虑到该飞弹是一款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战术飞弹，俄军很可能会动用其武器库中与之定位和性能类似的伊斯坎德尔 M 飞弹进行对等报复，针对乌军在后方的武器库进行精确打击，力求将 ATACMS 飞弹系统消灭在仓库里。当然，以上2套飞弹系统都还是拟军援，也就波兰的 NSM 飞弹系统援助的概率大一些。而美国援助 ATACMS 飞弹系统估计有点难，但是美国没有放弃其他物资的援助。6月27日，美国政府就再次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新一轮军事援助，以帮助乌军进行反攻并增强防空能力。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清单显示，此轮军事援助包含 M132 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的额外弹药、毒刺防空飞弹系统以及额外的装甲车、反装甲系统、关键武器弹药等一系列军事装备。据统计，自俄乌冲突去年2月爆发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相信在西方不断的支援下，乌军一定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
好了，大家对西方拟军援 NSM 和 ATACMS 飞弹系统有什么补充的吗？是否会影响到扎波罗热的反攻？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